英语学习系列：如何掌握英文时间介系词？嗨，欢迎回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今天要把一个大家都超头痛的东西——英文时间介系词彻底搞定。如果你以前总是为了句子里到底该填哪个小单字在那边猜半天，或是觉得死记硬背真的很烦，那么今天这套充满逻辑的简单系统绝对会完全颠覆你的观念。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个小测验，请你在心里默默回答这个超简单的问题 ：When is your birthday？ 你的生日是哪一天？不用想得太复杂，凭直觉想一下你的英文答案就好哦。好，那再来一题 ：What time do you usually get up？ 你平常都几点起床？仔细听一下你刚刚在脑袋里拼凑出的句子，放在时间前面的那个小单字是什么？是 at、on 还是 in？说真的，这三个小小的介系词绝对是大家开口讲英文时最容易卡关的大魔王，对吧？今天我们的重点很明确，我们会先拆解最核心的三大介系词，然后分别深入探讨 at， 接着是 on 和 in， 再来会看看其他常见的次要介系词，最后当然要带大家揪出那些最常犯的文法错误。我们这就开始吧。首先登场的就是这三大核心介系词 at、on、in。想要在英文里精准表达时间，真的，你的基础几乎全都建立在这三个小家伙身上。它们就像是时间坐标轴上的定位系统。那么，要怎么记住它们呢？其实你可以想象大脑里有一颗变焦镜头，对，就是相机那种镜头。这个法则超级好用，你的时间单位越小越精准，镜头就拉得越近。这时候要用 at。相反的，时间单位越大越宽广，镜头拉得越远，你就越需要用到 in， 超有画面的，对吧？好，那我们就先把这颗镜头放大聚焦，来看看 at 到底是怎么用的。现在我们把镜头拉到最极致的特写，你的视野变得很窄，但非常非常清晰，你完全锁定在时间轴上一个超级精准的点，像是时钟上的几点几分 at 7 o'clock。特定的某个时刻，像是正中午 at noon， 或是午夜 at midnight， 甚至是日出日落这种大自然转换的一瞬间 at dawn at sunset。只要它是一个无比精确的点，不用怀疑，用 at 就对了。不过呢，语言总是有趣在它的例外。这张图就完美示范了一个破例情况。我们平常说在晚上，习惯说 at night， 这是一个约定俗散的固定用法。但如果你今天是想要特别强调某个特定而且被打断的夜晚，像是小 baby 半夜突然醒来哭闹，我们就会改用 in the night。这种微小的细节差异，正是让你英文听起来超道地的关键哦。接着，我们稍微把相机的焦距往后退一点，拉远镜头，来看看 on 跟 in。把镜头拉远一点点后，我们看到了一整天，这就是 on 的地盘了。on 的涵盖范围比 at 广，但还是很有针对性哦。它的专属领域就是单一的24小时周期。所以啦，星期几 on Monday， 特定的某月某日 on May 5th， 或者是特殊节日 on Christmas Day， 还有你专属的日子 on my birthday。只要这个时间长度刚刚好是一天，用 on 绝对错不了。但这边要特别注意一个超级霸道的例外。我们平常说在早上是说 in the morning， 对吧？可是如果你加上了特定的日期，像是5月5号的早上 on the morning of May 5th， 这个时候 on 就像个大老板一样，直接把 in 踢走，接管了全局。只要有特定日期在场， on 就是老大。好，现在我们把镜头推到最远，切换成超广角 ，in 捕捉到的就是最宽广、最笼统的时间大框架，像是某个月、某个年份 ，in May in 2025， 或者是漫长的季节 in winter。它就像是一张大地图，你整个人是被包覆在这个宏大的时间范围里面的，所以我们用 in。另外补充一下，未来的倒数计时也是用它哦，例如5分钟后就是 in 5 minutes。了解了超好用的变焦镜图之后，除了这三大核心之外，英文里还有几个常见的次要介系词，我们赶快来看看。这也帮大家整理了一张超实用的作弊小卡，精准总结了怎么表达时间的持续长度或是严格的截止点，把 by、for、since、during 还有 until 的用法一次列出来了。
来，我们直接挑几个最容易搞混的来大 PK 一下。首先是 by 跟 until 这两个超常被误用的。你看哦，by 强调的是一条绝对不能踩线的死亡底线，在这之前一定要完成，像是星期五前要还书，就是 by Friday。但是 until 强调的是一个动作，一路持续，直到碰到了那个时间点才停下来，像是我会待到下午5点 until 5 p.m. 一个是一翻两瞪眼的死线，一个是一直持续的状态，千万别搞混了。再来是 for 跟 since， 这两个字是建构时间轴的好帮手。用 for 的时候，你是在算时间的总长度，就像拿皮尺量出一段距离一样。例如住了10年 for 10 years， 而 since 呢，比较像是在时间轴上啪一声钉上一个大图钉，告诉大家这个动作是从2020年那个点开始的 since 2020。最后一部分，我们来实际抓虫，把学到的规则应用起来，修正一些大家最常犯的小错误。试着用刚刚学的变焦镜头来检查一下。如果有人说 in Monday 或者 at 2024，听起来是不是怪怪的？没错，因为 Monday 是一整天，应该对应广度中等的 on， 而2024年是一个超大的巨观年份，必须用超广角的 in。这样套用逻辑是不是超清楚的？不过有个 VIP 破例条款你一定要知道，当你遇到 last、next、every 还有 this 这4个字的时候，请直接把刚刚学的介系词全部丢掉。没错，就是丢掉，他们是享有特权的 VIP。如果你要说下个星期一 next Monday， 或是去年6月 last June， 他们完全不需要任何介系词来帮忙，自己就能独立存在了。讲了这么多，换你们动动脑啦！我们来个超快速的小测验。第一题 ，My birthday is 空格 July。我的生日在7月。你想想看，7月这个月份最适合填入哪一个字呢？第二题 ，He usually gets up 空格 6:30。他通常在6点半起床。快回想一下我们的变焦镜头，面对这种极度精准、微观的钟表时间，镜头要拉到最近，你要选谁？最后一题 ，We don't go to school 空格 Sunday。我们星期天不上学。星期天刚好是一个24小时的循环，一周里特定的某一天。好，把你心里的答案锁定。等等等，答案揭晓。第一题是 in July， 第二题是 at 6:30， 第三题是 on Sunday。你是不是全对了呢？老实说，把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单字用对，真的能让你的句子从听得懂但有点怪，瞬间升级成完美清晰，甚至像母语人士一样自然的层次。这就是掌握细节的威力。只要你能掌握这套变焦镜头法则的空间逻辑，不用再像以前那样死背硬记，你在学习上就已经大获全胜了。那么这套超好用的系统就在你手上了。下次要跟老外约时间喝咖啡的时候，你要不要立刻试试看，展示一下你无懈可击的文法逻辑呢？期待你下一次开口就能完美掌握时间。